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来到人间天堂杭州，必不能错过的就是杭州西湖。西湖在201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成为全世界都向往的东方诗画之地。但这次我们远离喧嚣的人群，另辟蹊径，从别样的角度游览西湖，带大家走进杭州市中心一条非常经典的登山路线——宝石山徒步。这里一路风景如画，能把西湖最美的全景尽收眼底。这条路线从黄龙洞上山，经出阳台、抱朴道院、蛤蟆峰、宝柱塔，下到北山街断桥，全程只需2个多小时。登山难度只有入门级别，非常适合亲子游览。地铁3号线黄龙洞站 C 口出来，旁边就是黄龙登山口。这里绿树成荫，空气清新，是城市中的天然氧吧。很多市民在这里锻炼。很快，我们经过第一处景点黄龙洞，售票处写成钱庄，有点意思。相传这里曾有黄龙潜居，如今是佛道合一的文化圣地，氛围静谧而神秘。时间充足的话，可以进入游览。从黄龙洞旁的小路前行，就正式进入了宝石山了。宝石山位于西湖北面，因赭红岩石中嵌满玛瑙状的晶体，每当阳光映照时，熠熠生辉，便成为了西湖十景之一的宝石流峡。宝石山虽然只有70多米高，但山顶却是观赏西湖和杭州城全景的圣地之一。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白沙泉是明朝开凿的，上面刻的白沙泉3字是康有为所书。继续前行，山路蜿蜒曲折，奇石林立，一路都有路牌指示，非常清晰。走在成片的竹林中，可以消暑纳凉，沁人心脾。沿着蜿蜒的石阶拾级而上，山路虽然不长，但每一步都充满惊喜。出阳台原是东晋道士葛洪炼丹的遗址，元代就被列为钱塘10景之一。作为杭州最佳日出观赏地，每逢农历10月初1，能同时观赏到新月与朝阳在天际线并生的日月同辉奇观。在这里已经能一窥西湖的部分了，但想要完全无遮蔽的视野，我们还要继续前行。
在山路的中段，我们会遇到一座道教古观——抱朴道院。抱朴道院位于葛岭半山腰，是道教全真道的圣地。它得名于东晋道士葛洪的道号抱朴子。相传炼丹家葛洪曾在葛岭结庐炼丹，因葛洪炼丹时配成多种燃料，所以燃料染业中人奉他为祖师。旧时杭州丝绸炼染业中人在每年葛洪诞辰的农历4月初8，都会集聚葛岭祭祀葛洪祖师。道院西侧的这块空地是旧抱朴道院的遗址，遗址旁有一口石栏围着的古井，是葛洪炼丹和取水之处。书院前的假山被民间传为诸葛亮的乱石阵，是南宋皇家园林吉方园的旧物。登山途中，西湖的水影不时透过林木闪现，让人心情舒畅。继续向上，我们到达了蛤蟆峰。这里是俯瞰整个西湖的最佳地点之一。顺着石阶过去，能看到一片更开阔的石头，四周没有遮挡，视野极其开阔。向南可以俯瞰西湖全景，远眺群山。向东是以城市建筑做背景的宝柱塔。日出时分和夜景更是极美，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只是因为蛤蟆峰陡峭险峻，四周没有栏杆，观景拍照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全，特别是雨天时，岩石光滑，上下山的道路还是比较危险的。登顶的重头戏就是西湖著名的地标宝柱塔。宝柱塔是西湖的标志性景观之一，历史可追溯至北宋吴越国时期。
它得名于一个传说。相传当时吴越国王钱俶被宋太祖召见，百姓们担心他不能平安归来，便修建此塔为他祈福，保佑钱俶之意由此而来。塔高45米，塔身清水砖砌，高挑秀美，被誉为是西湖的女儿身，与雷峰塔遥遥相望，形成了一湖二塔的经典格局。站在塔下远望，整个西湖尽收眼底。塔边展示的铸铁塔刹残件是明代旧物，是1997年对宝柱塔进行维修时更换下来的。站在宝石山上，我们不仅能欣赏西湖的自然风光，更能感受到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最后，沿着宝柱塔一侧的小径下山，中途经过的这家纯真年代书吧，可以点壶茶，欣赏西湖美景。快到山下时，会经过关岳庙昭忠祠牌坊。旁边有一处延绵约50米的摩崖造像，造像始于元代，以汉传与藏传佛教混合风格为特色，实属罕见。可惜在上世纪60年代被人为破坏。路线的终点连接西湖著名景点断桥残雪，有余力的也可以和西湖景区串联起来一起游玩。更多的杭州影片会陆续更新，别忘了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